你听着，別以為這點伎倆就能瞞過我們，真以為我們是吃素的。徐小姐何出此言？我們這次真的是誠心實意的想要解除誤會。哼，還敢狡辯？我通過強華興業公司給你們弄的桐油，明顯比黑市上的價格要高，而你們呢，沒有絲毫猶豫就答應了。小小的島國，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豪爽了？口口聲聲的談什麼買賣？不過你們這買賣做的也太虧了吧？我们只是想充分表達我們的誠意。好一個誠意！恐怕誠意的背後才是你們真正的陰謀吧？桐油交易根本就是為了引出軍統的人，軍統表面佔了上風，卻不知道如此一來恰恰暴露了自己，以致最後被你們消滅得乾乾淨淨。你誤會了，徐小姐，我們打擊軍統是為了防止軍統對我們的生意再次做出干擾。你們這些人什麼時候能有一句真話？把他帶到隔壁去。是。哎，徐小姐，徐小姐，我們說的都是真的，徐小姐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實話。只要你告訴我金井武夫到底想要幹什麼。我們說的都是實話，我們確實是想和徐小姐繼續做貿易。想清楚了再告訴我。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。徐小姐，我们刚才说的都是真的。徐小姐，徐小姐，我们這次真的是帶着誠意。魏進軍，魏進軍！大頭，徐小姐，审得怎麼樣了？這嘴還挺嚴實，跟當年在上海審的共產黨有一拼。累了吧？胳膊有點酸了。共產黨你審不明白，日本人你還審不明白？曾先生養你是吃白飯的嗎？徐小姐請放心，他嘴巴就是鐵打的，我也給他撬開了。徐乃嬌，你過來。徐乃嬌，我有話跟你說。先生，先生，您這一天一夜來回奔波，先上樓休息一下吧。先生，
怎么样了？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那就送他们一程。然后把尸体送还给金井武夫。重庆方面不同意和谈。战争是为了什么？和平。既然和谈能达到和平的结果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打仗，死那么多人呢？属下愚钝。既然重庆那面不排斥和谈，我们为什么还要杀那2个日本人？那2个日本人可是金井武夫手下的骨干精英啊！区区2条性命，对于两国和谈的大事来说，又算得了什麼呢？日本人不是講誠意嗎？那就用這2個人的屍體，來看看金井武夫究竟有多大的誠意。明白。和談之事關係重大，如果是走漏了風聲，不僅是你我，乃至我整個家族，都要背負上賣國的罵名了。這件事情你不要出面，我們不是有個吳安娜嗎？讓他做我們的替死鬼好了。是。等等，我要見他。果然是艷壓群芳啊！吴小姐，這位就是曾先生。曾先生好。我看過吳小姐所有的檔案，可謂是女中豪傑呀。要是公司裡能多幾個像吳小姐這樣的人才，我就用不着這麼勞心費神了。強華興業公司的員工檔案可不是誰想看就能看的。以曾先生的舉止談吐，再加上徐小姐這麼得力的助手，如果我沒猜錯的話，您應該就是強華興業公司背後的東家。吳小姐冰雪聰明，坐。謝謝。今天請吳小姐來，沒有別的意思，是希望吳小姐能繼續擔當起強華興業的重任。曾先生即便是不說，只要我在這個總經理位置上1天，我就會好好工作1天。吳小姐這樣說，我就放心了。實不相瞞，這次桐油交易失敗，我非常生氣。原本打算就此終止與日本人的合作，可是日本人卻擺出一副低姿態，希望雙方能繼續合作。尾井先生和岡崎先生的確是這個意思。可是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繩啊！日本人的話，我總是不太相信。他們說他們是有誠意的，可是我總覺得不夠啊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可以幫到曾先生。
我可以帮你們從中撮合，摒除誤會，和氣生財。好啊，我就等吴小姐这句话。眼下可有件事情，确實需要吳小姐來幫我。一會兒麻煩吳小姐跑一趟，把那2個日本人的屍體送還給金井武夫，並且告訴他，如果他願意接受這2個日本人的死，那才是對我方表示出應有的誠意。不知吳小姐是否願意從中撮合呀？魏景俊，徐乃江，让我来！魏景俊，放了他，让我来啊！进来。先生，我们发现了毛森的踪迹。在什么地方？行踪不定，最後一次見他是在銅鑼灣附近。繼續追查。是。慢。不好！告訴徐乃嬌，讓那2個日本人活着。徐小姐，曾先生要留活口。住手！留活口！已經沒氣兒了。我有辦法，還不快去！您为什么又突然放过那2個日本人了？他們2個人當中，其中一個是中國人。中國人？是誰？岡崎還是尾景？具體是誰我還不太清楚，
就因为是中國人，所以您放了他們？政治怎麼可能如此簡單？你有沒有想過，在桐油交易的時候，毛森的人為什麼會出現？一定是走漏了風聲，讓毛森知道。交易時只有強華興業和日本人方面，你一直盯在公司這邊，所以公司這邊是不太可能。唯一可能的，就是日本人方面。您是說，在日本人那裡有毛森的內奸？不錯，此人一定是能夠接近金井武夫的，所以他才能準確地掌握交易的時間和地點。我剛剛得到情報，毛森還活着。毛森假死，一定是與這個內奸聯袂主演的一出好戲。先生是想策反這個內奸，為我所用？你現在是越來越懂我了。如果此人為我所用，我們就可以準確地掌握金井武夫的一舉一動，那樣對和談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價值。田亮现在住在港人医院，我安排了人在他身邊候着，有什麼情況，他們都會隨時通知我。機會合適，我會安排你們倆見面。但你要盡快調整好你的情緒和心態。我以為我能承受這種情緒和壓力，我一直在心裡面告訴自己，要把每一次和天亮的見面都當作是最後一次。當我看到天亮那個樣子的時候，我發現我真的做不到。可你們彼此都遵循了為最高任務隨時做好犧牲的準備，經歷的這些，也正是你們堅不可摧的強大所在。哭吧，在同志面前，不用控制自己的情緒。你教導過我和天亮之間的感情，要作為強大的武器，而不是致命的拖累。從現在起，才是你真正的考驗。魏京剧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真名叫什麼，但從你身上，我的確看到了共產黨鋼鐵般的意志，希望能一直與你一起並肩戰鬥。天亮在受傷之前給我傳來消息，真正的同計劃，並不像我們之前所想的那樣，而是日本人要和重慶國民政府進行秘密和談，從而達到最終誘降的目的。這個情報非常重要。晉景終於現原形了，我馬上把這個情報向上級匯報。
見到重慶方面來的人了嗎？沒有，但我能肯定，那兒肯定有重慶的人。我去的時候一直被蒙着眼睛，只能判斷出一個大概的位置。這是路線圖。重慶方面的確有和談的意向，而且那個強化興業的吳安娜一直在場。我估計他們會打着貿易的幌子進行他們的和談。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？事情遠比想象的要複雜得多。這個吳安娜絕非省油的燈，你要盡可能的看緊了金井五福。我這邊的事兒你不用操心。好。护士小姐。护士小姐。护士小姐。啊，请问2病区3号病房怎么走？就在右边第2间。谢谢啊。哎。刚启军，行长在楼下等你，请。大佐，韦景军情况怎么样？还好，没什么危险。现在看来，让你们执行和谈任務是我欠考慮。让你和韦景军遭受這麼大的危機，大佐，您言重了。如果能取得對方的信任，皮肉之苦沒什麼關係。上車吧。嗨。便到時佔領了武漢、北平這樣的大城市，恐怕也難免最後的失敗。屬下明白了。你和韦景軍這次任務完成得非常好，為銅計劃立了頭功。啊，我們定當竭盡全力協助大佐完成和談。小泽，星太郎，你醒了。你别动，别动。星太郎，
怎么会傷成這個樣子？星太郎，別哭。你傷在哪兒了？我沒事，休息幾天就可以了。星太郎，我害怕，我好害怕，我们每一次的相見都是最後一次。我討厭打仗，我討厭過這樣的生活。為什麼我們要遠離自己的家鄉，來侵略別人的國家呢？星太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的北海道，冰雪都已經融化成一條條小溪了。小溪流過的櫻花樹，肯定開得特別燦爛。櫻花樹下，沒有刺鼻的香煙味。只有繽紛的芳香，山谷裡也沒有可怕的槍炮聲，只有綠雉鳥的歌唱。先生，人已經醒了，沒什麼大礙。還有就是，日本人那邊對我們的做法好像已經默認了，現在沒有絲毫反應。看來金井武夫要用2名精英的代價來換取和談的籌碼。那照這麼看來，日本人對和談的確是抱有很大的誠意。多虧了先生及時阻止，不然那2個日本人若是死在我們的手裡，金井武夫肯定要利用這2個人的死大做文章。金井武夫是個真正的戰略家，遠比那些立下赫赫戰功的日本將軍要高明許多。要不要我試探性的接觸一下日本人？談判就是談判，沒有所謂的接觸。和談之事關係重大，沒有重慶的指示，我們絕不能挪動半步。那我們就一直等着？當然不是。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清除一切可能影響和談的障礙。大佐。啊，坐。冈崎君，你能搞清楚你和尾景君被困的地方吗？大佐，我们去的时候，眼睛是被蒙住的。我早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。不過，冈崎君並非常人，當年在內部訓練的時候，岡崎能聽聲辨物的能力讓我非常震撼。大佐您過獎了。不過當時我的確是留了一些心思的。不過有些環境聲音讓我無法正確判斷我們的位置到底在哪裡。我們來香港的時間不長，這可以理解。尾景君傷勢太重，先讓他好好養傷，讓木村協助你去尋找目標地點。係。
情况怎麼樣？我讓弟兄們按照您提供的地址找了，沒有發現他們的老巢。不過有兄弟反映，他們在找的過程中看到過一輛轎車，轎車上坐的好像就是徐乃娇。也就是說你們沒跟上？兄弟們2條腿，哪跑得過人家4個輪啊？為什麼不用車呢？弟兄們可是很久都沒有拿到經費了，現在能填飽肚子就算不錯了，哪還有閒錢去配車呀？您是不是該向上面反映反映咱們的情況？這事兒我早知道了，只是我現在還不想為了這件事驚動戴局長。咱們不是有船桐油嗎？我正在尋找下家，如果出手的話，經費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？我幾年都不用求人了。头儿，您不是不知道，那船桐油可是赃物啊！这萬一上頭要是查下來，什麼叫不得已而為之呢？如果破壞了日本人的銅計劃，將功補過，我相信戴局長是不會怪罪的。站長，所言極是啊。哎，头兒，這桐油交易裡邊，這事兒你就別管了，繼續追查徐乃嬌那邊的下落。怎麼還有事兒？您能不能跟給您提供地址那個人說一下，讓他多提供點情報，免得弟兄們跟無頭蒼蠅似的瞎轉。你難道不知道嗎？幹我們這行的有些話就是爛在肚子裡也不能吐出來，懂嗎？是，屬下明白。刚启军，往哪邊走？左邊。左轉。是。新太郎。信太郎，小泽，你怎么可以到处乱跑呢？我没有到处乱跑呀，我不是好好在这儿坐着吗？
生气了？我真的不是乱跑，我只是觉得今天天气不错，就下来透口气儿。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你刚经历那么大的风险，现在身上还伤得那么重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子呢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再不乱跑了，一步都不离开病房。我的伤已经好了，在病房里待着实在是不習慣，我得回到洋行里去。我的傷真的好了。哈，哈！哎呀，你别动了，你伤还没好呢。大佐让我全权负責照顧你，你要想出院，必須經過我的同意，然後再我來請示大佐。那好，那就請小澤現在同意我出院，然後再向大佐申請。哎呀，你總是這麼不聽話。哎，對了，我給你做了好吃的。哎，我們快回去吧，東西放久了就不好吃了。我給你做了好吃的壽司，可是呢，你肯定猜不到是什麼壽司。你一定會想，是不是原來我做的火腿壽司啊，或者是雞肉壽司？吴经理，吴经理，哦，合同签好了吗？签了。啊，我給放哪兒了？喂，小姐，你好，我是华夏保險公司的，請問你們公司需要這方面的業務嗎？對不起，我們不需要。小姐，您別掛電話，您就行行好。我這邊如果再沒有業務的話，就要被公司開除了。家裡孩子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，我就希望沒有份薪水，給孩子來償還母。對不起，我們真的不需要。哦，在這裡。吳經理，你還沒簽字啊？哦。以後像這樣的合同交給小李就行了，不需要交給我。好的。你去吧。嗯。谢谢。哎，小姐，需要點什麼？我自己看看就好了。哎，好的，有事兒您招呼我一聲。好。哎。天亮的傷沒什麼大礙，你不用再擔心了。不過，天亮一直在醫院，金井武夫再有什麼行動，他無法在第一時間知情。我這邊也沒有什麼動靜。徐乃嬌和重慶那邊那位大人物，好像消失了一樣。把小鬼子趕出中國！把小鬼子趕出中國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還我河山！還我河山！把小鬼子趕出中國！現在兩邊就像在下一盤棋，日本人已經先走了一個子，接下來他們要看重慶方面怎麼走，而重慶方面十有八九仍然會借你的手，所以現在你這邊非常關鍵，你要隨時做好準備。或許從現在開始，天亮更加需要的是你這邊的情報。明白。
进来。站长，阿牛回来了。站长，都联系好了，今天晚上8点在码头交易。为什么这么着急？人家说了，私自倒卖桐油，逮住就是个死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此人靠得住吗？应该可靠，是我表哥介绍的，他对这一带非常熟悉。他介绍的这个买主在南洋生意做得特别的大，据说还是靠大烟起家的，姓唐。姓唐？对。价钱呢？这个数。是。毛老板，这是我表哥，他已经把事安排好了。好，毛老板，久闻您的大名了。听说你是无所不能啊？不敢，小的不敢。他们人到了吗？啊，到了，里边呢。走。站住！怎么回事？只能他一个人进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已经跟唐老板联系好了。怎么不让我进了？行了。在外面等着。毛老板，在下毛志远，不知先生怎么称呼？都说贵人多忘事，这句话放在毛老板身上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。毛老板居然把自己的名字都给忘了。你是？哎，毛老板的记忆力真是让人担忧啊！如果党国的要职都在你这样的人身上，那党国的命運堪憂。我給你提個醒吧。民國24年3月14號，上海膠州路萬國殯儀館。你是說在阮玲玉女士的葬禮上？在下有幸與毛老板有一面之緣。你是曾平？这樣的記性，我就放心多了。放肆！你没事吧？你听听外面，都是为党国效力的自己人。毛老板还是当年那個火爆脾氣啊，真讓人擔憂啊！就你這個脾氣，是會壞大事的。我對曾先生還是有所了解的。曾先生，你是怕我壞了你和日本人之間的大事吧？什麼意思？你是個明白人，不會為了一船桐油和軍統翻臉，怪我不識相，打擾了你和日本人的花前月下。不過
曾先生应该懂得，汪精卫是不会有好结局的。毛老板的耳朵还是很尖呢，什么声音都能听得出来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毛老板这个小道消息是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吧？北井幸太郎、冈崎圭佑，哪个才是毛站长的亲密战友呢？2选1。压大还是压小？买定离手。这个赌局还真是有点意思。曾先生做事果然是不同寻常人呢。我想和你交个朋友，不知可否赏脸？其实交朋友就像是赌博，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筹码。曾先生，实话实说吧，眼下本人的筹码就是你所说的我的亲密战友。如果你我联手，我能告诉你是压大还是压小。如果你想跟金井赌牌，要是能知道他的底牌，岂不稳操胜券吗？好主意。毛老板如此的仗义，但不知赢钱之后想分走多少呢？
負責轉移頭一家的那些人，全都沒了消息，就好像是瞬間消失了一樣。這個仇我早晚會報的。那接下來我們該怎麼做？你知道今晚我和曾平談的是什麼嗎？头不說，卑职不敢問。我說我要加入他们的和談。什么？头儿，您这可是在叛國呀，走周福海、丁默村的路啊！我想找個逃脫的機會，要不然今晚咱們都得死在那兒。嚇死我了，頭兒！對不起，我不應該懷疑您的黨性。你能這麼想很好。頭兒，那乾脆我們跟他來一個魚死網破得了。我們向重慶報告，我就不相信戴老板和丁默村是一路人，啊，蔣委員長和汪精衛是一路人。你呀，打打杀殺可以，做事很不成熟。你想過沒有？曾平在重慶後面的勢力很大，如果我們沒有證據的話，事情鬧到重慶去，倒霉的是我們。眼下我們要利用一切機會，拿到他參與賣國和談的真憑實據。到那個時候，我們才有話語權。卑職明白。先生，就真的相信毛森能为我们所用吗？毛森不过是个跳梁小丑，他要是能好好表演，我可以在马戏团给他找碗饭吃；他要是演砸了，随时让他餓死。那我们就真的等着他把那張所謂的底牌給亮出來啊？不，他一定會出老千。我們一定要趕在他的前面，明天就和日本人接觸。還是拿吳安娜當炮灰？只要金井武夫不親口說出和談兩個字，我們跟日本人接觸就只有一個理由，那就是貿易。做生意這種事，當然得由我們強華興業來做了。又是一船桐油，還要再麻煩吳小姐一趟，把這些桐油變成錢。還是日本人？你說呢？也只有日本人敢買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也只有徐小姐您敢賣。那就麻煩吳小姐了，辛苦。不過這件事好像不太好辦呢。說吧，想要幾個點？5個點。吳小姐，這是趁火打劫呀！
我们之前可是說好了一個點的。哎呀，今非昔比呀，徐小姐。为了這點錢，前些日子我可是陪你到鬼門關走了一遭，5個百分點，合情合理。如果徐小姐只是心疼這點錢的話，那我也就愛莫能助了。我建議徐小姐最好去請示一下曾先生。什么？5个百分点？他的胃口不小吗？是啊，他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的。我们绝对不能答应他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应该杀杀他的傲气。他现在不知道谁是老板，真以为自己不可替代。你白痴啊！马上答应他，5个百分点。是，明白了。这是用哪里电话打过来的？吴安娜办公室的。怎么回事？徐小姐回来之后就一直发火，见人就骂，见东西就摔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宝贝儿，这是怎么了？那个吴安娜哪儿好了？我跟着你这么多年，冒了多少風險，吃了多少苦，現在這件事也是我先發現的，日本人也是我先聯繫上的。他吳安娜算什麼呀？你憑什麼處處都護着他呀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瞧你這是怎麼說的？憑什麼給他5個點？他那是貪得無厭。貪得無厭，那是我們需要的本質啊。他算個什麼東西？你呀，就是得讓他感覺他算個什麼，這樣他才能心甘情願被我們所利用。討厭！你別碰我！哎！我告訴你，我再也不想讓這個女人摻和進來了。我現在恨不得一槍崩了她。
安娜，尽快给我找出那2个日本人谁才是真正的军统间谍。大佐，信太郎来了。大佐、中佐、冈崎君、魏景君，辛苦你了。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请大佐放心，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。这次韦景君和冈崎君勇闖虎穴，经历了残酷的折磨。你们是帝国的勇士，军人的楷模。金井先生，有位姓吴的小姐找您。让她到我的办公室去。是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请进。金井先生，吴小姐大驾光临，有事远迎，请坐。谢谢。这是送给韦景先生的，对上次的事情向韦景先生表示道歉，希望金井先生以及2位先生对过往的事情不要太过介意。吴小姐，严重了，请坐。都是误会，鄙人非常渴望与吴小姐及公司交个朋友。那这样就太好了。我这次一来是为了向韦景先生表示歉意，二来是代表公司和金井先生继续进行贸易合作。贸易合作？上次如果不是军统来破坏，我想我们之间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。吴小姐的意思是，那船桐油物归原主了？请相信我们公司的誠意。我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贵公司的诚意，我愿意在原来的价格基礎上再加10%，以完成我们的交易。那真是太感謝您了。明天晚上我在皇家水晶俱樂部有一個派對，屆時希望金井先生和2位先生可以大駕光臨。太好了，我們一定參加。關於桐油交易的事情，我們以後再進行聯絡。那好，我就不打擾各位了。魏京、岡崎，去送一下吳小姐。嗨。吳小姐，請。魏京，把吳小姐的一片心意收好。真是麻煩您了，岡崎先生。跟我就不要客氣了。吳小姐，你慢走。好的。吴小姐，慢走。那好，2位就送到這兒吧。咱們明天再會。再會。再會。
嗯。